每个人从出生就注定扮演各自的角色，有的是善，有的是恶。你呢？你有没有想过，在秦风面对斯诺的问题时，为什么他的回答是将纸折叠后竖在桌上？这个举动到底有什么含义？其实秦风一直都不是个好人，他破案也只是为了一己私利。影片中有几处细节可以佐证。在《唐探一》中，秦风知道幕后主使就是斯诺，可他并没有举报；而在《唐探二》中，秦风同样没有去举报宋轶。看似正义的他，为什么2次放过凶手呢？这个天才少年其实极度希望完成一次完美犯罪。我想我完成一次完美的犯罪。在《唐探一》里，他并不在意自己的舅舅是否会含冤入狱，反正泰国没死刑，随便坐40几年牢就出来了。我可不想100年坐牢了。坐牢也跟我没关系。他选择破案，也只是为了满足自己寻求真相的欲望。在《唐探2》中，唐人问秦风要报酬，他是这样回答的：你想要钱，我想要真相。在秦风被法医推出窗外后，生死一线时，他想的并不是如何活下去，而是思考宋轶为什么会用左手救他，从而发现他是左撇子，推理出宋轶才是真正的幕后主使。即使秦风发现宋轶顺风车杀人的真相，可他依旧放走了宋轶。所以秦风从一开始就不是绝对的正义，他只是想知道事情的真相，以至于真正的凶手是否会捕，他并不在意。让我们再次回到初始的问题，桌子上的纸到底有什么含义？结合斯诺的问题，有的是善，有的是恶。你呢？秦风的回答是将纸竖在桌上，只有2面，也代表了秦风的2面，一半是恶，一半是善。在《唐探一》结尾，他的脸一半在光亮处，一半是黑暗面，这就已经暗示了我们，秦风一半是正义，一半是邪恶。唐人街探案中的唐人一直都在扮猪吃老虎，其实他才是全片中智商最高的人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从表面上看，他一直都是贪财好色的人，但总在不经意间为秦风破案提供关键线索。而这些不经意真的是巧合吗？在《唐探一》中，当他们进入宋帕公寓寻找证据时，他随口说的话却直接指出了案件本质。房间整洁每一位，不是伪娘就是 gay。还有他们在医院逃跑时，唐人假装撞到推车，又一次暗示了秦风凶手作案的手段。而在《唐探2》中，全世界的顶尖侦探都毫无头绪，看似憨傻的唐人却第一个发现了线索。后来在他们找到宋轶时，秦风以右撇子就排除了他的嫌疑，而唐人却提醒他，你不能通过一笑就觉得他不是凶手吧。在宋轶跟他们一起逃跑时，唐人也不断的暗示宋轶就是凶手。他们为啥抓我呀？因为你是洗变态，让你杀人了。在牢房里，秦风还在想凶手的作案手段，而唐人已经给出了答案。很明显，凶手选择5星内相应的时间地点，驱动对应受害者相应的内驾驶。小唐，真有你的！这也是案件的关键。之后，在医院的祭坛，外国法医说自己是神。2 mortal lives in exchange for 1 immortal life。请注意，这里的唐人可没有语言转换器，而他却能直接听懂法医的英语。你不是神，你是神经病。所以之前唐人不会英语都是装傻，即使后来没有拿到500万，他也没有在意。影片结尾，他接到神秘电话，前往东京破案，但为什么这通电话是打给他的呢？要知道，外界看来，唐人不过是一个二傻子，而秦风才是真正有实力的人。这通电话应该是打给排名第2的秦风才对。那有没有可能这通电话是 Q 打的呢？在《唐探3》的彩蛋中，我们知道 Q 是一个组织，而为什么还有一个位置是空的呢？很有可能这个位置就是唐人的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如果唐人不是 Q， 那么之前他的所作所为都说不通。唐人不仅参与了所有案件的破案过程，还总在关键时刻给出关键线索，点醒秦风。在《唐探一》中，唐人提示秦风宋帕的性取向，房间整洁每一位，不是伪娘就是 gay。在《唐探2》中，提醒凶手的5刑杀人法。很明显，凶手选择5星内相应的时间地点，驱动对应受害者相应的内驾驶。在《唐探3》中，提醒小林胸口作案丝巾。这些都足以证明唐人的实力在秦风之上，而秦风也说过，能在我之前推理出这一切的人只能是 Q。唐探2中的七叔邀请排行榜上的侦探来破案，但为什么排行第1的 Q 和排行第2的秦风没被邀请呢？而唐人从未上过排行榜，那七叔为何又要邀请他呢？如果他只是一个普通人，那机车党为何又要如此卖命的帮他，甚至不惜和警察作对呢？而日本的密室杀人案，为什么他又是第一个得到消息的呢？种种迹象都表明，唐人就是 Q， 也只有他是 Q， 这一切都能得到合理的解释。表面上的唐人贪财好色，其实都是为了掩盖他的真实身份。唐人就像是毛利小五郎身后的柯南，一直都在提醒秦风，一语道破案件的关键。